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据悉，杨紫将出演由韩国紧张动画改编的新片《灯饰店》。网友称拍戏有难度。杨紫一直是国产艺人中的佼佼者，鉴于大家都是看她的《家有儿女》长大的，对她的标准一般都比较高。杨紫的新节目《沉香如鲠在喉》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。尽管如此，每个人都有一个所谓的时尚疲软期。大家应该相信，杨紫可以挑战几个不同风格的角色，而不是老套路一直在转。9月6日，有博主爆料杨紫将出演新片《灯饰店》，据说这个节目是根据韩国紧张动画改编的。它讲述了一个异常悲伤的故事。动画的第一个创作者是非常有名的姜草。这对于杨紫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，对于杨紫的演技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。事实上，杨紫在前段时间的新片《猎毒》中饰演的只是她从未体验过的影响。她在片中的工作，罗家，是一名隐蔽的服药警察。令人惊叹的，杨紫这期间应该长了1吨，能拿到灯饰店就非同凡响了。网友们似乎对这一披露有一些明显的怀疑。综上所述，杨紫目前还在横店拍摄新剧《长相思》。现在对这部新电影的洞察应该只是一个假蛋糕。尽管如此，《长相思》实际上并没有跳出旧合奏的束缚。对于演了无数综艺节目的杨紫来说，无论这部剧有多精彩，杨紫都需要飞跃。也有网友提出了另一种观点。在他看来，无论杨紫是否真的需要演灯饰店，这部电影的制作难度都很大，因为第一部基本上没有活人。要通过初赛，重要的是对第一部作品进行一些不寻常的改进，这将抹杀第一部作品的精湛技艺，同样会侮辱自称的漫画迷。韩国电影和电视剧必须确保最近取得了出色的成果。无论是此前拿下奥斯卡的《寄生虫》，还是去年大热的《鱿鱼游戏》，都展现了韩国人紧张的想象力和扎实的头脑。之前，中国只是在戏曲方面从韩国大力收购，但现在看来，他已经开始琢磨如何在影视节目中模仿了。从职业安排上看，杨紫最近拍的部分影视剧基本上没有跳出安全的地方，显然不符合杨紫的主要实力、人群和她的粉丝。显然，有一些弱点和困难对被抛弃者是无情的，但假设他继续下去，他肯定会欢迎一些对职业和流行的不利后果。目前来看，杨紫是否会出演新片《灯饰店》，其实还需要等待具体的权威声明。相信杨紫能把握住每一次机会，祝愿自己未来的职业越来越好。02韩剧《幻影》12月变化，男主有意赢李现陈星旭，女主赵今麦宋祖儿。韩剧《魅影》12月改头换面，男主有意赢李现陈星旭，女主喜欢赵今麦宋祖儿。网传剧魔的国产改版要改版了，没想到居然被拉起来了。将于今年12月送出，将在 Netflix 舞台上传播，主要面向欧美商界，但韩剧剧魔太出名了，很多人质疑为什么要改。事实上，当这个节目成功时，它在许多国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。里面的剧情设定和推理一般都非常优秀，个人无法抗拒追看的冲动。幻影包括重生、梦夜等等，这是非常东方的。说实话，我们国家也有这样的好剧，比如《灵魂摆渡》、8号当铺、聊斋系列，不过变化多半是老套路了。而幻影也才传播了几年，这部剧有改版的动力吗？目前，它可以在 Internet 上访问。为什么我们不找到我们自己的榜样来拍摄它？聊斋志异5个系列就够了。韩剧《魅影》12月改版，男主有意赢李现陈星旭，女主喜欢赵今麦宋祖儿。很明显，在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中，我们有无数的社会，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购买韩国节目？例如，韩国购买了3季的版权，并在没有任何人的情况下制作。至此，《青簪之旅》还未播出。如果有机会沟通，如果不是太麻烦，请告诉我。尽量不要晚于韩国交流。这次我利用了第一位编剧，在韩国是一位经验极其丰富的编剧。韩国的编剧地位异常高。
艺人、大佬要注意编剧，任何细微之处都要重新立正，未经同意不得擅自更改。韩剧《鬼怪》12月获重拍，男主打算问李现陈星旭，女主喜欢赵今麦宋祖儿。也有关于铸造的信息，据说编剧仍然是最重要的，他或她渴望被吸引。目前制作组认为孔佑和李东旭这种类型更适合李现和陈星旭，女主是个过分的教职工，适合赵今麦和宋祖儿。最后播出的平台是 Netflix， 正因如此，这部剧将不再是国内审查的局面。也有生产商，相当于中韩联合制造。我体会到这部戏的意思是，韩方写剧本，中方付钱给老百姓，最后原则方面是韩国方面谁来决定？这是别人的婚礼礼服吗？中国有各种各样的真正的编剧，可能现实中不想合拍，而朱宇在前面，我不明白为什么重拍很重要，开始其他剧本要高很多。就个人而言，如果它是真实的，那么它预计将成为续集或该系列的其他部门。现在绝对不再是正品的复制粘贴。韩剧《鬼怪》12月获重拍，男主打算问李现陈星旭，女主喜欢赵今麦宋祖儿。Netflix 已经挂载了25年。作为美国国内最大的主流媒体平台，他们除了有自己的自拍合集和电影外，也和爱优腾不相上下。他们从电影租赁开始，他们很早就发布了 DVD 公寓产品，最早的月度订阅变成了发布付费。Netflix 近年来还带来了多部海外影视作品，并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。近几年，它为我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装扮剧。现实中的 Netflix 喜欢这种形式的东方文化时尚剧，人生大事和苍兰诀也可以带。Netflix 喜欢妖精这样的影视作品可能是非常可行的，它的评价可能非常宽松，几乎没有对编剧的规定。这次重制版的妖精专门针对欧美市场。近日，有网友表示胡歌可能很适合霍建华，但预计他们不会只接受这种形式的剧集，而且这部剧预计不会在中国播出。很多小生小花可能不太愿意接受这部剧，你怎么看？03可爱又讨喜的迪丽热巴在金鹰节上落伍了，停在了第1轮。第30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初选结果出炉，72女主角入围名单，迪丽热巴的来电竟然变成现在不在挂牌上，可想而知。作为一个曾经的金鹰女神，那肯定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。作为金鹰节的照片，金鹰女神备受关注。一旦她被评为英里，她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观众的批评。获得第12届金鹰奖大满贯的迪丽热巴，通过几个人一下子变成了水之女王，抱怨她通过自己缩小了整个金鹰奖的程度。自2000年举办的中国电视金鹰奖，见证了中国电视企业的蓬勃发展，变成了权威性和含金量极高的企业一经诊断，简直就是口口相传。这句话最近已经不是真的了。有鉴于此，本轮选择的结果也是令人惊讶和合理的。迪丽热巴与刘涛、孙俪、袁泉、尹涛、阚清子、杨紫在对立中脱颖而出，引发巨大争议。人气在当时成了她最大的武器，但人气越高，口碑的反冲效应越明显。迪丽热巴虽然近些年发展很快，但客队是一把双刃剑，赛场上的客队长期饱受客队之苦。流量本身经常出现，因为游客的真实罪过是通过几个人来明星，将游客等同于可怕的表演技巧，舆论并不友好。而且这个案子打断也不是那么顺利。一群有实力的女演员在看着他们没有经验的人的输出同样是恶毒的，他们自己的老板应该努力让消息来源坚定地面对高层。微风吹过山头，摇曳着它，烈月照着江河的金身，他却渴望在纷争中默默地参与其中的可能性。当然，真正的作品未亡，参观者毕竟是昙花一现。如果你需要在娱乐事业中站稳脚跟，通过主流媒体进行诊断，你仍然希望与作品一起交流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